大家好，我是小魏。上一次说过要介绍一只个股 O，所以就过来填个坑。在讲这个 O 之前，这只个股单独的之前，我要说一下，它属于的种类属于房地产信托，就是 REITs。那什么是 REITs？REITs 的话，它也分几种了，它有产权类的，有权益类的。我们现在就单纯的说一下这个产权类的，因为它比较容易理解，我们不想做我们不太容易理解的问题。我们最好的就是，我认为最好的就是能达到，我甚至不需要一些很多的金融知识，我就是我们只要做我们能看懂的东西，好吧？那产权类的这个房地产信托基金的话，其实非常的容易理解，就是举个例子来说，有一个酒店，然后有它这个酒店房地产的市值值1000万，然后呢，这1000万的话，个人投资者是很难去一下子买下来的。那然后这个所有人呢，就把这1000万这个房地产的产权放到了这个交易所里面，变成了1000股，每一股在发行的时候值1块钱，也就是说你可以用1块钱的价格去买这个1000块钱的酒店的一部分。那这样的话，就是说就是你的门槛就很低。然后 REIT 呢，REITs 为什么它不是股票呢？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说，它每年至少要把盈利的90%的利润分红出去，好吧，减去一些成本之后，那这样的话，它就会享受一些税务上的优惠，所以这就和股票产生了本质的不同，产生了一个比较特殊的品类，就是这个 REITs。像我说的，REITs 有很多，我们刚才举了一个就是酒店是大家比较容易理解的，它有很多种不同的，比如说它有专门针对于办公室的，有专门针对于零售商的，有专门针对于农业的，有混合在一起的。比如说我现在持有的另外一只 REITs 它是专门去收购土地，然后把这个土地变成可以种植大麻的一个 REITs，就是说它不像大麻股的波动很大，当然它比正常的 REIT 的波动大很多，但是它也想有一些分红，所以比如说我对这个大麻感兴趣，我最后选择的是持有一只像这样的专门做大麻的房地产的，做大麻土地的一个股票，所以也是蛮有意思的。这个就是最基本的 REIT 的一个知识，它的好处就是它的波动性比较小，你可以把它理解成投资一部分的你感兴趣的房地产，然后房地产对大多数人来说就更容易理解，对吧？收租，然后交利息这些东西，而且土地啦、建筑本身啦也有一些价值，所以这个是我觉得还是一个不错的投资方向。更重要的是，因为股息它对于就像我买的房子我租出去的话，我的管理费用当然也有，但是并不是那么的高。也就是说，它可以带给我们它能带给我们被动收入，这个是你可以进行计算的。当然，REIT 不一定全都是好事，所有的风险和收益都是成正比的，对吧？那在3月份的那个暴跌那段时间的暴跌里面，REITs 就是受打击最大的行业之一。现在绝大部分的 REIT 应该也是没有回到那个暴跌之前的高点，有一些可能徘徊在最低点，有一些可能回来了比较多。所以这个大家对零售业啦和一些特定的一些 REIT，比如说现在针对于办公室写字楼的那些 REIT 伤害就很大，因为短时间内看不到任何的 recover。但是可能对一些比较特别的，一些房地产信托，有一些就是专门针对做那种基建设备，网络互联网的这些 REIT，就甚至是有很多的利好，因为大家都在家里面上网，你是跑不了的，对吧？这些就针对于这些电网，所以在这里面也是有很多选择，你是可以去做的，你也是可以进行判断的。我会把就是刚才说的大概大麻的 REITs 啦，还有就是专门做网络连接的这个 REITs 的号码都给标下来，大家也可以到时候放到下面，大家也可以自己去看一下，好吧？
那现在我们就回到了说，我们要现在我就可以给大家看一下，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这只 REIT。我讲这只 REIT 的原因是因为它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一个 REIT。我给大家把它的第二季度的财报给它下来了，大概是6月份的财报，刚刚出了第二季度，也就是说是在新冠这个期间出来的。就是比较有代表性，时间是比较久，看看它是什么时候出来的。这个财报是8月3号刚刚出的财报，然后它的是 Q2 到6月30号，好吧？它就像我说的，它的股票代码是 O， 它是很有名的，叫 Monthly Dividend Company， 意思就是说它是按月付分红的一家公司，好吧？像我说的，我最想要的就是大家没有任何的金融知识都可以看懂这个东西，就是你只要有简单的一些生活常识就能看好。那这样的话，我觉得对大家的帮助应该是最高的。因为就像阿里巴巴的一个财报，200多页、300多页，谁愿意去读得懂啊？反正是说我是看看我就烦得要命，但这个就很容易理解，所以。如果有兴趣的人，大家当然可以更深入。我也找的是一个它的 highlight， 就是最简单的一个，只有2页，像大家看到的，就把它浓缩的内容放在里面了。因为就算你研究的再深，你也不能100%了解一个公司的全貌，对吧？这是很难的。废话不多说了，好吧？那看一下，公司现在有超过6500个不同的 property 的房地产项目吧。然后呢？它是1969年成立，1994年就开始在 New York Stock Exchange 上进行交易了，1994年上市。它是它在最低的时候52个州达到了42块钱，然后最高的时候是82块钱，现在应该是60多块钱了。但是像我说了，这股灾 rate 跌得很狠啊。所以它是之前是80多，现在涨到了60多，所以它还是比最高点还是跌了有个20%至25%这个区间吧，但是比最低的也是已经涨了50%的样子。它现在60块钱左右，每年会发2块8毛钱的分红，每个月有2毛3。然后年收益率是4.7%，这个4.7%其实就是已经是不低了，比它80块钱的时候已经高了很多。之前我记得大概就是3左右，好吧。然后我们可以看到，从1994年到2020年，它是始终持续的增加分红，从来没有它有停。你看，在2013年，你看它在上一次金融危机08、09的时候，它的分红是没有变的。但是他们始终是，就算在这个时候的话，也是有缓慢的增加，就算在金融危机有缓慢的增加，而没有任何的减少，就一直它的这个记录是非常非常好的，复合收益率15.3%，然后就 David 分红一直在增长，一共它从建立之初已经发了71亿。的分红就是反正就是最基本的一些嘛，它也是标普500的一只，然后穆迪啦、标普啦这些信用评级机构给它的评级也是比较高的。他给了一个例子说，如果是你在10年之前，09年的12月31号买了1000股的这个股票的话，1000股在10年之前，那当时你需要花25000块钱，也就是说大概是25块钱一股嘛。现在是60，然后呢，你到了今天，你现在投资的这个股票已经变成了59000块钱，然后每年你现在可以拿到2800，也就是每个月有大概300块钱的分红，因为它是按月发，复合收益率是10%，然后呢，然后你现在一共到现在拿走了，这是股票涨到了将近6万，而且你从这里面。通过这些年的话，你已经把你当时投资的1%通过分红的形式已经拿走了91%，一共拿走了23000块钱。如果当时投资25000，现在就是你当时投资25000、23000已经变成你的分红了，就是每个月会发给你现金，然后你本身的这个投资已经变成了
6万块钱，所以就是也是比较可观的一个比较可观也比较稳定的一个回报吧。后面的话，他就是讲了讲他的 portfolio， 就像我说的，那我买了你这个公司，你这个公司里面都有什么项目呢？他列出来了他最大的20个的租客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60%是 Walgreens， 4.7% 是 7-Eleven， 4.5% 是 Dollar General、FedEx， 它有各种各样的，对吧？就是说这个公司它既有农业也有零售，还有沃尔玛这些比较大的。其中在这里面的话，有一些比较惨的，伤害比较大的，比如说这个洛杉矶健身 LA Fitness、AMC 这个电影院。所以就是也是有一些，大概是我当时看了一下它的详细的财报，大概是不到20%是属于一种新冠受到影响比较高的，但是也有一些其实是受益的，像大家知道 FedEx 就是受益的啦，Walgreens、沃尔玛这些其实反正不会是因为这个疫情有不好的影响，因为大家更多的在家里面需要有更多的买一些家用的啦、菜啦这些的需求。那就像我说的，那这个的话，就这些信息非常的少，然后绝大部分的人也可以看懂，只需要你有一点点基本的知识就 OK。那我可以做一个什么总结呢？就像我说的，第一件事就是说，这个公司我能看得明白，我知道你这公司是买的是什么东西，这个信托里面有什么东西，好吧？这是第一点。二就是说，我知道你这个公司里面的分红情况，然后你的一些基本的运营情况，我都是特别的能看懂的。在这种情况，而且我还知道一个什么呢？我知道你的历史的记录又是非常的优异，你从上市之初从来没有断过分红，这是不是说之后就还是会继续保持这样子呢？不是，但是大概率事件不涨分红了，保持这个几率，甚至你还会增加。就像我们看到的，其实我知道的是，在大概4月份，它又增加了它的分红，就是在于在新冠最严重的时候，所以就可以说是真的是比较靠谱。那对于这样一个我又看得懂又比较靠谱的公司，我能说我敢投，因为你很难去，就像这个公司的话，我相信它不会带给我在短时间之内它不会给我带给很多的收益，因为我都是可以看到的，风险和收益成正比的。今天的话，特斯拉宣布了1:5的 stock split， 就是一股分成5股，然后股票涨了15%。当然了，我们大家都很开心，如果你有特斯拉的股票，但是你说一个股票分1:5也好，一分10也好，它这个事情本身对公司有任何的影响吗？对它的金融财务状况没有一丝的影响，只是你把一个股票变成了5个股票而已，它都可以有15%的振幅，会不会有个什么风吹草动就降个30%甚至50%呢？如果真的有一些什么原因的话，是很可能的，因为也是同样的股灾的时候，特斯拉就是从900块钱变到了300多、400多嘛，这个都是大家可以回去看图的。而且特斯拉就像我说的，不管我再怎么看财报分析的话，你其实就像我说的，现在的估值你是很难去理解的。就不是说它不能赚钱，不是说它不好，因为我用的是特斯拉，我非常的喜欢特斯拉，我也非常的崇拜 Musk。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，作为股票投资的话，现在这个估值真的是合理吗？你愿意承担这个估值带给你的风险吗？这就是我说的，如果你看不懂的东西，你可以不用碰。赔钱和赚更多的话，我可能愿意更选择这种我可以看得懂的股票。而且还有就是说，我也把我用欧的话，我其实长期我也是，因为它的主要还是零售商嘛，我是长期看衰零售商的。我认为它有存在的意义和价值，但是我长期的话，我不觉得这是一个在向上的行业，所以我也做了一个策略，是如何可以收息又避免它下降而带给我的风险。我把这个的话已经做好了视频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这个屏幕上有。所以这其实也就是我给大家说的，就像这种股票，像
它是一个很好的可以安排的，也是历史记录都很好的，我认为风险比较低的一支公司。但是它不是完美的公司，它不是一定不会赔钱的公司，因为没有那样的公司。那样的公司能保证你一定赚钱的，那它的收益一定低到很多。就像我说的，你可以去存钱嘛，你去存钱，它是只要你存25万或者50万保险以内的，你是没有风险的。那除此之外都是有风险的。而我认为，当我们想积累财富的时候，我宁可选择这些我看得懂。第一件事就是我看得懂，再就是说我可以慢慢的让他帮我积累财富的，相对于我指望着他让我一夜暴富的一些公司和股票。今天反正就讲这只个股了，我会把一些信息放到下面的留言区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我觉得不是讲的很好，因为我特别不喜欢研究财报。我觉得现在的话，研究财报也没有什么很大的意义。就是现在的股市也的确是比较不确定性比较高。巴菲特研究财报，人家研究财报是爱好，上个厕所都要拿份财报看一看，他也赔了很多钱。那你看现在涨得最多的那些公司，全都是赔钱的公司。所以之后怎么样去投资的一些个人的想法和体会，我会继续再和大家分享。但是今天就先到这边了，不要忘了分享和关注，谢谢大家。